大多数连锁店为什么他们很难成为连锁？因为他们只想打仗，没有想治国。文人治国跟武人治国，文人治国是比较长久的，武人治国是比较麻烦的。很多小老板要成为企业家的中间这个阶段，就是少了治国这个部分，一直在打仗。我在Sushi Bus里面是做战略部署的，比较属于军师。餐饮业很容易被抄袭，可能第二个Sushi Bus、第三个Sushi Bus就会跑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用2年多，我们去开到一个16家？年轻人没有一些方案呢，可以 try 哪一个 licensing 或者 franchise， 会快过他们创业。其实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啊，我也是买 licensing 开始摸索到一个自己的 formula 啊，我们自己来。未来的5到10年哦，大家看的不是你的硬体设施，更多会是趋向于你这个品牌带来的那个价值感是什么。Jay， 能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Jay， 现在在做那种连锁教练的这个相关事项啦。然后之前就是讲在做很多那种，原本是从教育那边做创业，然后也开了自己的一些连锁教育品牌啦。我们其实是有开到13家，现在是交给家人在打理。然后我们就在 MCO 期间机缘巧合下，我们就去 try 做 F&B， 因为教育也不能做啊，就开始拓展了这个连锁的餐饮的这个路线，然后也从中找到一些 formula 去尝试做这个连锁教练这件事情。那么先聊聊你的背景啦，Jay。我很好奇你是怎样开始进入这一行，在成为连锁教练之前，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呢？其实我本身是从做教育起开始的嘛，所以其实是以前家里比较贫困，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做半工半读，就是教补习咯，然后就从而就是在教育那边做创业啦。所以我以前其实是教 SPM 的马来文跟历史的补习老师，然后就是在差不多接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去创业，创造一个那个教育品牌了。那么你是几岁开始创业？刚才你提到是大学的时候是吗？啊，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半工半读嘛，然后过后我们就在我大学毕业，因为半工半读，所以时间比较久。我们是25岁那时候才毕业，然后毕业了就是从中就省下的钱啦，因为在半工半读有赚到一些补习费。就跟妹妹2个人，然后就去开了第一间幼儿园这样子。当时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当时启动资金是4万块左右。4万块就是你们教补习存下来的钱。对，慢慢存下来那个钱，也没有投资者，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开了第一家这个幼儿园。其实那个时候是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也不会做生意，不会做 marketing， 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当时我们三兄妹啦，我们分到的薪水1个月是250块马币第一年创业，所以是蛮不容易啦。其实创业是蛮不容易要有一点方法。那你教补习的时候是教中学，是，可是为什么会开创幼儿园呢？因为我妹妹是读幼教毕业的，然后我一开始就有一个想法，是我不是只想要开一家补习中心所以我就没有想往中学那边去发展。而且对我来讲，那时候我也是蛮去思考商业那一个板块的，因为我觉得中学生是很难复制的，就是他的开班是很难复制的。因为中学的补习是中学生是跟着老师走的，好像我从补习中心 A 我跑去补习中心 B， 我的学生是会跟着我一起走完的。所以中学老师的补习大不大班是看个人魅力的，有时候是比较是名师效应是，小学就不一样，因为是父母决定。OK，还没有自主权呢是，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是这么说。那个时候就做这个幼儿园的这个连锁品牌。是，这样什么契机下让你成为一个连锁教练呢？其实成为连锁教练也是非常一个机缘巧合的，因为发生了那个lockdown 嘛，这个 MCO 期间，然后我们就在整改整个preschool 的板块，因为幼儿园是补习还有补习中心这些 childcare 完全不能开，所以我们就面对了很多那种租金压力师资的压力所以我们在整改的时候就有找到很多人配合，像一些 developer 一些 shopping mall， 所以我们有一些 preschool 是直接搬去这个 shopping mall 的，然后我们就直接跟 shopping mall 谈 GTO， 我们是没有给租金的这样子也从中找出了一些 formula。我们有一些 preschool 我们是跟这个 playground 合作的，然后就变成又不用给 GTO， 又很松动嘛，这样我不开我就零租金。那个时候是 lockdown 那个时候是 lockdown可是开放了过后也发现这个 formula 也不错，因为 playground 的性质是晚上有人跟周末有人，可是 preschool 的性质是我们是周日的早上到中午有人，
有学生，所以他完全不会撞到时间，我们又可以用到整个 playground 设施。所以很像其中一个 playground 我们在Johor 的，它大概有1万多方尺，就变成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啊，然后就变成我们的设施了。所以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管道啦。然后对于 playground 来讲，它又增加多一个收入，也变相的等于它的基本上所有员工薪水是我们养的咯，就是找到一些可以转换的一些管道。所以因为找到这样，就变成我的朋友们也看到其实 MCO 期间我也做了很迅速的一个反应跟去转型他们就有很多人跑来问我他们的生意要怎样整顿怎样改各行各业就是比较连锁性质的，比较属于连锁性质的。然后我就去给他们一些意见，然后就知道有一个老师跑来讲，为什么你给他们帮助都不收钱？然后才想起来不大对，这样我就直接去往这个方向去吧，又可以尝试到很多挑战，但是其实又不用承担很大风险嘛。一方面有这个想法啦，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去 enjoy 挑战的人。可是如果每一个行业都去 join， 你也无法这样的分身乏术可是企业教练却可以做到这个我想做的这件事情咯。我又可以涉及这个领域，但是我又不是这个 founder 嘛，我是等于是打辅助位的，做军师嘛。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咯，因为一个 MCO 这个契机而让我进入这个领域。那么怎样后来会出现 Sushi Plus 呢？Sushi Plus 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辅助一些餐饮业跟一些连锁企业的时候然后遇到有2个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伙伴大家都想要，其实大家的心都在想，是不是我们做到一个100年企业？我们的初衷是这个，然后刚好有一个伙伴，他以前在澳洲是学做寿司的，然后我们就讲，不然我们从这个餐饮业开始吧，然后我们就去尝试，然后反而是在 MCO 期间开的第一间店，然后我们就去尝试了这个模式，租一个比较小的店，以外卖为主的。所以那时候的启动资金更低，35000，做到现在的16间对所以我们启动资金35000然后回本其实很快因为我们是主要做外卖嘛，一直在转型，从卖寿司变成在 MCO 期间我们卖那个像披萨这样子的一个盒子直接卖比较大的份这样子整个家庭就可以直接买嘛就从那边反而就销量也不错，反而 MCO 的外卖是最高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做起来了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情况对吧？因为刚好我们的食物本身也是一个适合外卖的。反而 MCO lockdown 的时候，在各方面都变成你可以善用的一个优势就是感觉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对策了，然后就刚好是好像危机变转机的一个感觉那个时候。这样你的 Sushi Plus 其实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呢？我在 Sushi Plus 里面是做比较多战略部署的，所以如果用比较中式一点的解释，就是比较属于军师，就是出谋划策的一个角色很像需要谈一些合作项目或者是可能比如讲现在在做很多管理框架，这也需要很多各部门的磨合的，我们就要从中协调很多东西。而且你在各领域已经累积了那个经验，所以再去把 Sushi Plus 这个品牌去落地去实行的时候就更加顺利了。是因为我觉得连锁这个性质它很多情况是很需要一个治国的理念放在里面的因为大多数连锁店为什么他们很难成为连锁？因为他们只想打仗，没有想治国。我是比较中式思维的一点的啦，所以就变成你看想打仗是什么呢？每天在冲 sales， 然后每天在卖梦想给 operation 然后做 SOP 做 training 咯，这个属于打仗派系的人。可是讲治国，我们会讲到有很多 marketing 这样做， quality control 这样做，人才部署这样做，财务规划要这样做，这样这个是后勤在治国方面的。所以很多小老板要成为企业家的中间这个阶段，就是少了治国这个部分一直在打仗嘛。那么这样我知道了，你之前帮一些知名品牌做过连锁的一个策划咨询，那你可以分享一些案例吗？有几个比较在 MCO 期间开始的啦，我觉得它的转换是最大的。像比如讲有一个幼儿园，它原本是一个很传统式的幼儿园，就在 MCO 的时候他找到我的时候啦，他
它业绩也很低，人才也很也是全部要散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那时候甚至是我找了一个 COO 进去这个团队的时候啦，我们整个 team 赚到的是一支冰淇淋的薪水，就是3个人要 share 一支冰淇淋的那个程度啊，那个薪水啊，就是已经到这种瓶颈了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很多整改了。然后就是比如讲第一步就是做 rebranding 啊，因为我觉得适合做连锁店的都是属于比较服务业的。这样未来的5到10年大家看的不是你的硬体设施这种事情而已，所以更多会是趋向于你这个品牌带来的那个价值感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帮他做 rebranding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做的定位就是我们要打造是自信又独立的一个核心价值，然后把这个核心价值也带给父母，就是讲来这里读书的小朋友，他们是要变成自信又独立的。所以总结来讲像这一个案例啦，其实我要表达的是，其实服务业它是趋向于你要找出你给你的顾客什么价值感的啊，你这个品牌才会更久，然后你也更容易做大。所以整个 MCO 到现在大概经历3年多嘛，它从一个有一点咸鱼翻身，然后现在是4家，然后它今年内会在吉隆坡开多2家，然后吉隆坡的是会结合那个 playground 一起做的。所以也是在 shopping mall 跟一些比较大宽敞的地方去跟一些人谈，那我们把整个东西变成更 solid 这个是其中一个案例啦。我觉得是因为它是从 MCO 我第一个接的 case 所以我就拿这个 case 来讲一下。3年的时间翻身做4间6间是吧？从1间就变成4家嘛，今年会加多2家，因为教育是比较难开很快的。因为是人才培养的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餐饮业就不一样，我们可能 training 3个月可以开多1间分行了。可是教育不是我们很多东西要对于小朋友他们等等负责嘛，这样人才培训的时间比较长。for 其他的案例就是像寿司店我们在整个拓展中，我们就会遇到复制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然后在餐饮业我们遇到的反而就不是这些人才体制的问题比较多，它 training 反而相对来讲简单一点。它更难的部分是餐饮业很容易被抄袭，就是你可能第2个是 Plus， 第3个是 Plus 就跑出来了所以它追的是一个发展速度跟你的品牌力，这样我们就要在短时间内拓展。所以为什么我们用2年多我们去开到一个16家？所以这一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把模式做好，然后去跟资本沟通。我们需要资本的辅助，教育就倒反，不需要资本先，因为你也分不了这么多钱给他。有一些区别在是有非常大区别但是本质来讲，我觉得比较适合拓展成连锁企业的是属于服务业了。那么很多听众可能对创业的这个不同模式感到好奇了，尤其是比如说自营、licensing 跟 franchise 区别是什么呢？其实 licensing 和 franchise 最大差别是 franchise 是有马来西亚的一些政策在保护的，然后 licensing 是没有，它纯粹是依赖一个 lawyer agreement 去做 protection 它最大的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打个比方啦，其中一环是如果你在 licensing 那边有什么双方有什么argument 的时候licensing 其实如果它依照回一些法律层面事情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追究不了的，就虽然你写进去，但它追究不了，因为没有这个法令在保护。打个比方，你写他如果拿了你的品牌，他3年内不可以再做同样的行业，在 licensing agreement 里面是不成立的。如果上法庭的话因为没有法令保护。可是 franchise 不是 ，franchise 是它有 franchise act 在保护的。你写在里面有5年不能够做这个行业，它就真的不能。所以它差别在于一个法令的问题，但是通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就是 franchise 如果他真的要做那件事情，他也是找他太太名字放进去，你也不懂。licensing 纯粹就是依赖那个律师而已，所以它这个是它这2个层面最大的差别咯。还有一些费用的一些差别啦。franchise 是真正比较正规的，而且政府比较 support， 然后它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金的 grant 可以申请。
这一个是属于 franchise 就是讲你自己不想经营，但是你想放权给别人去经营，你就可以 try licensing 或者是 franchise， 或者是年轻人没有一些方案的，他们只是想冲而已，我是建议他们也可以 try 哪一个 licensing 或者 franchise 可以累积一些经验，因为他只需要讲打仗，不需要想治国的问题，对吧？有团队有 治 support 国嘛？对对对，他这样就纯粹打仗就好了。可是直营就不一样，你要打仗也要治国，所以直营的难度是更高的。所以大多数人为什么会做到可能1到3间店就可能会停滞不前？所以直营的难度蛮高。还有，因为还会涉及到你要创造品牌、创新，在产品或者是服务上要做R&D 这些事情，全部要去一一去突破。除非是那个创业者他一开始就有想过要组建团队这件事情。如果他就是可能一个情侣还是什么我觉得他们可以 try 去拿一个品牌来做的，会快过他们创业其实因为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在进入餐饮业之前其实我也拿过一个奶茶品牌，因为我也是在摸索嘛，摸索阶段嘛，这样我就直接去拿一个品牌来尝试，所以我也是买licensing开始，然后摸索到一个自己的 formula我们自己来，这个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哦。是这样，我就纯粹在想 sales 而已嘛，一直去冲。至于 Sushi Plus 方向是什么呢？ Sushi Plus 的话，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品牌要带出马来西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战略部署，是我们希望可以进到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中东。进完中东的最后一站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有一个跟我们相同品类的性质的商业模式，他们在那边是可以开2000多间的，因为美国的每一个州属的消费率都很强，所以那边应该是可以开最多分行的地方才对的。那么你的发展会是 franchise 吗？直营 licensing 和 franchise 这一块在我们身上也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会做一个拆分的分散风险的管理。直营的店会在1/3的这个比例因为它也影响到我们整个现金流跟整个风险，然后剩下2/3应该会有一些区域性的合作伙伴，像如果我们进印尼、菲律宾，其实需要当地商人的协助的，因为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如果我们自己进去的话，那我们不懂文化，不懂那个教育背景，不懂种族的那个背景，我们就遇到很多这方面的阻碍这样如果我们是跟当地的一个地头蛇去合作就不一样，它可以解决很多那种还有跟官员打交道等等都需要一些当地的富商去协助啦，我们是做不来。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joint venture 模式我们需要跟当地一个人 joint venture， 然后我们也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做到一点点 franchise， 然后有一些店就属于我们直营的，马来西亚会比较多我们的直营店那么就好像刚才你提到了，很多生意很多店他们通常可能会卡在3间，那其实是为什么呢？卡在3间店其实还会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那些都是属于只会打仗的老板，因为他3间以后他就开始想那个治国的问题，就是刚才有提到一些他们怎样做品控，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怎样做品牌跟那个整个营销，因为营销也包括整体的那个产品设计，然后人才部署第3块。因为为什么需要人才部署，是因为你在3间店以下的时候是一个老板就可以去看完3间店的，这样你只是对店长或者是一个主管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可是当你做到3间以上，你会开始部署的是什么？中阶管理会出现，这样中阶管理反而是整个管理的纽带，这个人错就是下面的人不懂，上面的人也不懂了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上面不报嘛，欺上瞒下就会出现。如果你文化不对，这样就达不到一个上行下效的一个情况，就是战略下不去，讯息上不来，这样子他就要去想更多这4块治国的这个部分。这个是那个关卡啦，对，瓶颈我卡在这里。自己看到的比较多关卡是在3家店除非他可能有3个盘的。往治国去思考的话，确实是需要各种人集结在一起去做这一个团队的。因为早期的像如果我们用餐饮业做例子他们更难连锁化的原因比较趋向于团队都是来自于厨师背景，我常常会遇到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能够同时监理
打仗跟治国的厨师啊，通常都是 founder。可是如果你再集结更多团队是厨师出身的哦，他们其实应该是要做区域管理的那个 top management 的。以我们初步啦，在餐饮的设计哦，我们会这样子，就是我们把它区分成两块。如果从文人治国啊，我们会分成文人治国跟武人治国。我的理论啊，我的理论。OK， 文人治国是比较长久的，就是因为他不会做菜嘛，他很难自主创业嘛，这样文人治国是比较长久的啊，这样他就专心在想要讲治理而已嘛。可是武人治国是很容易，就像以前王朝这样啊，突然间又多一个小国又出来打那个原本的王朝啊，所以武人治国是比较麻烦的。这样我们通常就会分区，如果有想要有这份心的人，不然你去槟城帮我打市场吧，啊，你拿到一些股份啊也行啊，这样也行。所以会有一个初步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设计，然后希望以后可以落实在自己的团队里面。那么就像你经营过或者是咨询过这样多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连锁生意，但其实，在你看来啊，你认为做生意0到1比较难，还是1到10比较难呢？其实我觉得0到1比较难。0到1比较难是，0到1的难度是在，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0到1比较容易啦。可是我以教练的角度来讲，我其实觉得0到1比较难啊，因为0到1的难度是在于你要定方向，你的方向不对哦，是你很努力啊，然后结果你去错终点啊，因为方向错了嘛，都走到反了啊，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整个方向的整理是最重要的啊，不要去错地方。然后可是1到0为什么我讲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属于是战略部署的部分，你在优化，这样它要先有先才可以优化嘛。0到1是你都没有，这样你要优化什么？所以我反而觉得其实0到1最难。就好像其他这一些企业啦，他们想要往这方面去发展呢，这样其实在哪一个 stage 他们去寻求帮助会是更加好的呢？我觉得这个要看他们本身的背景跟一些阶段性啊。因为像我遇过的不同的一些客户哦，他们都有不同需求。像打个比方，我接过一个客户是，他其实是在接手家里的生意，像这个阶段其实会比较缓慢一点的，因为很多内部沟通啊，他也要交代很多叔叔伯伯，他才可以自主决定东西。像他的阶段不一样，所以他如果需要这个教练的话，就是越快越好，因为他们肯定是有能力去付这个coaching fee 的啊，这样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进去整理跟协调，这样就是越快越好。可是有一些不一样，他们可能是第一间店，他们知道以后要拓展，不过资金还不足，会有一些现金流的情况，然后他们又是3人成团那一种啊。其实我们第一步会先协调他们的工作内容，分配好先啊，这样他可能在一个半年内，他们也不太需要我们介入，他们先把内部东西整理好，然后我们才进去啊，不然里面还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最好开始做连锁的那个情况啦，是你的本职工作是跟你的责任分配是已经处理好了的，就是讲你的基本运营啊，就是已经没有顾客投诉了的。OK， 然后你的团队责任是很明确的，就是最好的状态啦。我自己接触过这些客户哦，就是有一个人在做主导，一个人在做辅助，他们原本的团队就是这样的。如果2个人都想做主导，这个生意很难复制；2个人都是辅助位，也很难复制，没有人愿意做决定。所以我觉得他只要 ready 这3点啊，就是没有顾客投诉，就是讲运营没有问题。然后刚好他团队是一个主导一个辅助的那种，这种时候他们是很适合找我们进去协助他们做副治疗的。那么就像你刚才提到了，他需要理清一些东西嘛。这样有些企业呢，可能他们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比较是已经是 make sure 东西可以走了。这样他转型做连锁模式哦，可是他不知道第一步应该怎样做。这样子就比如我们讲一个 example， 一家企业他经营了5年，他想要开始连锁化，第一步应该怎样做呢？ for 这一种类型啦，就是讲
他们会比较遇到的情况是他们的产品线跟服务线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是我可能归纳为这一种类型是属于它单店要变成连锁店的那个阶段。他原本做了一段时间都是在做一间店单店，然后他突然间转型想要做连锁，他会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服务层次很复杂，或者是他的产品线很复杂啊，就很像我们去整顿一些狗鼻店的时候，哇，什么都有，然后厨房还大过那个 dining area， 因为它太多产品啊，所以我们进去第一个整顿的是要砍产品。如果以餐饮业来讲，我们就讲是砍产品，然后可是我们砍产品是很数据化的啦，我们是先叫他们转，他们甚至有些连 POS system 都没有，这种比较单店的啦，还有手写单所以蛮头痛的。我们有整顿过一件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先进 POS system， 然后我们就去把整个数据整理出来。原来你有些东西是很久才卖一样的，你知道吗？可是你要囤一个机器跟一个人手在那里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反而是先做减法。我们给他减到只有4个系列的产品，那个 copy 掉嘛，他才来开始复制，就很轻松。那么像你本身是连锁教练这样很多人他们在开始做连锁的时候有什么常见的坑吗？比如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我觉得最常犯的错误有2个啦。第一个是没有用数据做决定，他是凭感觉做决定的。我要请几个人，我要租什么地方来做我的分行他是 feel 的，他是靠 feel 的。可是如果我们去设定啦，我们会要教育到他们习惯用账目来做决定，就是你的人手占比几个 percent margin 是有的像餐饮的大多数的情况我们讲比较 general 一点的连锁店快餐店的人手比例都是在15%到18%就是那个 percentage， 它不可以超过你可能就是 loss control， 因为你做快餐不是在做体验感嘛，人手不可能过多，这样它应该要 control 在18%以下，所以它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比例去监督它的 formula 对不对像比如讲食材比例，你是凭感觉的吗？还是你是根据这个 GP 来做你的这个食材管理的？第一个坑就是他们没有用数据做决定，所以我们常常遇到我们一进去把它整顿公司的时候一摊开那个账非常的乱，然后我们一整理回来，可能食物已经 lost control 了，食材就拼命的给给到顾客最好的，不过自己亏钱，也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第一个是数据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坑就是他们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一个培训体制，第二个坑因为我们也很难去讲一个人，现在的人不可能跟你做像以前的人这样跟你做30年在一间公司的是这样培训体制是不是可以做到更简化？你不用太过依赖那个人。很像我们用我自己的生意来讲那个 Sushi Plus 我们其实只 training 1个产品系列到2个产品系列只需要7天，我们只需要7天就可以培训出2个产品系列，2个产品系列代表14款寿司我们1个系列是7个寿司7款，所以我们14款寿司只需要7天就可以被培训出来，就是因为整个东西已经被简化了，所以如果他可以找到这个 formula 的话，这样他在整个培训上也不太怕不太依赖厨师嘛等等嘛，或者技术人员我们讲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在这2个，如果有整理好的话，拓展连锁应该是比较轻松确实很多人是凭感觉来去做决定包括选点你看选那个 location， 就是这边的人潮多我就进，可是你没有想回去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行业性质像我们那是属于快餐，其实我们进流量区是最好的，像比如讲 Office Tower， 或者是我的一个客户是那个 Kopitiam， 他其实也很适合进 Office Tower， 因为他是开到傍晚5点的嘛， Office Tower 的性质就是晚上没有人的嘛，是这样他做早餐午餐他就收工，这样是很 match 的，他应该要进这种地方是不应该再去进一些那种跟人家竞争的太过卷的地方。确实很多人他们开始做的时候可能凭感觉，或者是可能他的团队吧，他们不是用这样子的宏观数据来去做考量可能他掌握一部分的数据人多就可以
性质上适不适合，然后有哪一些，比如说，好像你刚才提到，怎样去培训啊这个部分啊，或者是嗯，怎样去决定这一个数据，比方说多少的 payroll 啊，多少的这些部分来去给他去做我觉得他 decision 的。他去决定用什么数据做决策这件事情哦，要回到他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就是他的对标顾客他很清楚，很像那个 kopitiam，其实他的对标顾客是 family，跟一些下午茶比较多是年长一点点的，可能是在介于35以上到55之间，这样他应该要对标这一群人的消费习性来做决策。像我们做的是属于快餐，我们对标年龄层是25到40之间，这15年啊，这样我们做决策是要有偏向性啊，我们只可以选课，你不可能全部都要，全部都要就全部都拿不到。那么这样，其实好像我们刚才聊一些关于连锁生意啊，那么连锁生意其实它想要成功啊，你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技术，是品牌、人才，还是管理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问题啦，对我来讲这个，但是它可以分成阶段性去处理，就是讲在一个连锁生意的前期阶段它其实是比较需要产品力的，就是你产品要先足够有一个吸引力，然后是你的服务本身就具备一个吸引力，可以有一批自己的忠实粉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嘛。然后第二个阶段其实它是很考验营销战略的，你要讲大量品牌曝光，跟你的整个营销战略，怎样留住你的这些忠实顾客，在第二个阶段，还有你要讲砸点覆盖率的问题，像这些是属于营销的一个部分，就是第二阶段的东西所以它是有阶段性的 focus 的。然后第三个阶段你会更 focus 在人才战略的，因为你发现到你的人跟不上你的发展了，然后就有很多空降，空降就会造成内部的人不服，但内部人他又没有能力去做那些控制的职位，对吧？这样子的人事这个问题嘛，然后我们稍微整顿一下，就会进入第四个阶段，你整个企业需要资本的那个辅助，这样就在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资本决定你的拓展速度了的，因为你前面都稳了嘛，所以资本 normally 我们会要安排它在最后一个阶段进来，不然你前面3个阶段不稳，资本进来也是变成 money game 的，亏着钱去开嘛，有什么意义？这样你看产品好，这个营销好，人才好，你资金进来才是真正在做事情啊。确实是市场上很多人会可能收到的信息不大之准确了，不大正确，所以可能做法也会一些本末倒置的方式去做。确实是有啦，但是我觉得也要看那个性质，因为你看我们去辅助了大多数是服务业跟餐饮业，其实服务业跟餐饮业的本质上还是要回到那个给到顾客什么东西的那个价值的，因为它是服务业嘛。可是像有一些他们市场上很专注在做营销战略，也没有错，但是要看那个公司的本质是什么。你看，如果它的本质它自己就是一个 marketing company， 它当然是要走营销战略了或者是它可能是一个 travel agency， 它没有其他服务了嘞，它就是做卖配套的，去日本的那种travel 配套，这样它肯定要走营销战略嘛，所以那个肯定没有错。可是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连锁店这个区块它的本质在服务，这样它就变成它有这个阶段性我觉得很难一概而全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只讨论连锁，我会觉得它要分阶段的。如果我就假设你做不好产品，你不要搞营销先；你做不好营销，你不要去想团队先，你要请什么人，请不起你人才不对，你不要想资本先，对吧？少一环就是会 lost control 了。那么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觉得餐饮业好像很好做，确实这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现在很竞争，很竞争，因为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涌进来做餐饮业的，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认知嘛，是对吧？所以然后再加上餐饮这一个板块啦，中国人也开始进来，然后中国一进来又是不缺钱的玩法，
不是慢慢做的哦，一跟你开就是可能我们用2年多开10多间了，他10多个月就做到了，一年初就做到了。最近有听说的一个品牌了，一个面食品牌，他14个月开16家，这样他们更快，所以也要看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么好做了，不是这么好做了。然后你看以我讲现在的市场趋势哦，在餐饮这一块哦，如果你是又便宜又美又划算的，就很多人哦。然后现在反而你会看到那种 omakase level 开始很少人，但是你用合理一点的价钱做的高端品牌，很多人，因为越来越竞争，它造成是整个价位更便宜，不过价值更高。你要做到这一类的餐饮，可能就还是有它的市场。我们其实也在打这个快餐市场，所以我们用很好的三文鱼。我用Sushi+ 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我们用一个很好的三文鱼，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mini tiny ball 的一个很小份的一个don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啊，卖成跟3个寿司配合在一起出一个 set 9.9啊，我们有9.9跟15.9的 set 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定位在快餐，这样是你要给他们感觉到非常划算的一个群众啊，因为我们的定位在快餐，餐饮业也是越来越卷了，越来越卷。真的是越来越卷，所以我自己是这样看的，2-3年内会有一些洗牌，整个餐饮市场会有一些洗牌，然后留下来都是连锁店，不然就是另外一个精品店。精品店通常是我讲的精品店就是夫妻店，它有特色的，然后只此一家的，可是你不会常去，对吧？就是你看你去一些像我们酒后有一个很出名叫强记肉骨茶，我不会常去的，我可能1年就去那1次2次。可是他很多人，你每次去你还是会爆满的那个地方，满满都是人。这种就是我讲的，就是那个老板不能辞职了，他就做到老了，他不能复制了，蛮难复制的。OK J， 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个人那么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强项或者是闪光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个人优势是在做那种好像比较 logic 整理的事情或者是要找出一些规律的时候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个优势可能很适合 plug 在这个连锁店，因为连锁店就在找规律嘛，你才可以复制嘛，那我就一直在优化那些过程怎样用最少的资源、最少的钱、最少的时间做对一个事情的这个规律连锁店就很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就很 match 我的原生性格了。所以我有时候我自己在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可能家人太太跟我讲一个东西，我就会问回他，这个事情的逻辑是什么我要找出那个规律就讲没有，我只是想讲罢了你懂吗？其实有时候家人那边只是他想听罢了，他想要我们听罢了但是我的因为自己也可以讲，因为一个人最大的优势也是他的缺点看你放在哪里。如果放在这个连锁事业上是一个优势放在我太太那边是一个缺点直男其实好像你说到这一个部分在于你找规律这个东西，找规律其实在于你接触的行业越多，好像你现在在做这教练，接触行业越多，数据越多，那个规律就越准确是这样讲是可以这么说。所以我接的那个类型其实也是比较相近的。所以你看我只接服务业，只接餐饮业，没有了，我是没有接别的行业的这样它也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我会更容易有更多火花可以交接的处理很多事情这个可能有一些地方用到好的这个 A 企业我感觉也适合，我们可以把进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其实每个创业的人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一些低谷那么觉得你经历过最大的挫折或者低谷是什么呢？我经历过最大的挫折我觉得是以前不会带兵然后就有闪过一整个团队，那时候在早期做教育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角色扮演比较像好像总是想要做好人就是想要谁都很好这样。可是如果我们在做企业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做一个烂好人你就会输掉企业。所以当我一察觉到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谈正事的时候，他们就给我讲一句话， Jay 你变了那种感觉
因为就变成我是用感情做事嘛以前，可是我没有做到很赏罚分明或者是公私分明，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比较大的挫折吧，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家感情很好，可是整个 team 散掉，然后就从里面做调整后面就不再重蹈覆辙这样。可以善良，可是不可以过于善良。算是算是要有一点锋芒，善良要有点锋芒。那么就有没有什么是你希望当初有人提醒你的呢？这个 question 就是我自己也是有一点觉得还有 bug， 这个 question 是有 bug， 它的 bug 是在于哪里？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不经历那些，我就不是现在我嘛，对吧？这样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有其中一句是，但凡发生的事情必有其原因，必有助于我。因为他跟我这句人生格言是冲突的，所以我觉得并没有那个啦，而且我相信以前的我听不进去。最大可能对，就那时候如果有人来跟我讲，我可能是我会很固执，我一定要做我那时候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想回来，也是有可能一定要经历那个事情才会是现在的我，所以我的思路在这边的。所以有些弯路是避不了啊。是，如果你不要走弯路，你就要花钱。OK， 也是一个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你刚才讲一些事情可能不能改变，对吗？那有些事情我们还可以追溯回去，就是你会有今天，可能是因为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决定，所以慢慢引领你来到今天。那么你人生中，你认为你做过最关键、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这个关键决定有可能要追忆比较早期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做错那个决定，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在半工半读大学毕业过后其实很多人叫我进新加坡做工，因为我家是住酒后的嘛。是我也是，我是住酒后巴入的嘛，然后我的妈妈就是那种姨妈姑姐这些都叫我去新加坡做工就还帮我找好这个工作新币2500他就那种就是帮我找到，他讲可以比较有出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是力排众议讲我要创业的，然后去拿一个月250，本来应该是赚一个月新币2500了。我有去过新加坡啦，那个时候我也是有去看一看，我觉得那边很压抑我就是那边如果我进去，有可能那一辈子就是这样，他给我这种感觉然后我的感觉，我的第一个感觉我讲我的第一感觉了，第一感觉是我一看到我觉得中国这里很像全部是鸟笼这样的感觉，就是全部一模一样的嘞，你走去哪一个地方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走去 A 区，怎么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它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不会有变化，不会有火花的感觉它有系统吗？也可以讲就是很统一统一如果你是追求简单小幸福我觉得那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我希望，因为我就是喜欢挑战的嘛，但我就不喜欢那个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们坚决讲，我是要创业的，我不会进新加坡。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决定什么分歧点如果我那时候进新加坡，应该说后面全部东西没有了。那么你作为咨询顾问、连锁教练，那么你帮助过这么多的企业，你一定会有一些时候是你自己感到很自豪的一些成就。那么回顾这些经历，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讲成就好像就可能这个词很重，我觉得也算是一些小的 achievement OK， 就是我觉得比较多是在于我觉得那个自豪感每次会来自于可能我们把一个完全没有系统的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那它跟循一个规律在做的时候我会很 proud， 因为当他建立起一个体系的时候那个老板是很感谢我的，因为他不用在里面做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会感觉到那个自豪感的就是他们很 appreciate 这些东西
我反而会追求的是这种啊，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去做真正的战略，因为他不用再 operation 了很感谢你。啊啊。我们建立起体系过后，发现我真的是不用进 operation，然后那个东西不会出问题的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比较有满足感了。你就很有成就感，因为你确实帮助了他，他也很感激你，大家一起看到这个转型。是，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我比较 enjoy 的啦，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就在你创业的路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遗憾的呢？也是有啊，我觉得是蛮少时间可以陪到家人的。还有太太每天要牺牲的，他就是放掉他的 preschool，跟着我上吉隆坡去打拼然后那边就交给2个主管这样还有家人真的是比较少时间可以陪到他们每次可能回去就是那4天很匆忙了，每个月回去陪妈妈吃个饭，然后再回来确实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陪伴希望以后可以争取更多时间来陪他们的。那么Jane，你对 Stay Consultancy 未来5年的发展有怎样展望呢？我希望从现有的所有的这个客户里面真正可以筛选出可能有七个品牌是真的可以做大做强，然后去到可能可以形成是他们是一个独立的财团，可以做上下游的，或者是他们可能会走上市的路我希望可以做深做精这样就变成一定要去筛选客户就没有办法这个是未来5年Stay 会做的事情。J，你觉得未来5到10年市场的趋势会是怎样？有没有什么机会是年轻人可以现在抓住的呢？其实市场趋势是很广因为你看，如果我们讲未来的趋势，可能会涉及到很多 IT AI 这一块，可是其实服务业它不一定可以马上 match 进去，所以如果我们拆分一下我们先讲连锁这个板块连锁店这个板块如果可以年轻人会要参与在内，他们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你就是做一个精品单店，不然你要预备以后的餐饮或是连锁的那种服务业都是以连锁店为经营模式的，就是它是很多店的，它不会是它可能同一个品牌，像理发店可能只有几家是独占市场然后剩下一些精品店在一些小区就会很像外国的一些形式像一个咖啡店，可能整个中国的咖啡馆只有那几个牌子你很少看到一些小牌子的，除非你在一些景区、风景区，就有一些比较 niche 的牌子，然后它很特别，就是2夫妻在经营的那种或是2个老人家我看过很多在景区是这样的可是其他的你看全部都是像打个比方，像瑞幸咖啡已经独占市场了，然后跟一些 Starbucks 有进去，不过 Starbucks 的整体费用很高，因为他们的进口的东西很贵，变成Starbucks 的费用是居高不下，所以还是比较多人是买瑞幸咖啡。这个是中国已经演变成这样了，我相信马来西亚也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年轻人要创业，我是觉得就是像刚才有一些建议，就是他们可以先尝试是拿licensing或者 franchise如果是讲有资金的情况下是这么做，如果是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可以尝试一些不用这么高成本的服务业，但是却有可能可以突破一个瓶颈去创业的一个行业打个比方像我的一些中学同学，他做的是租借服装租借婚纱，所以他会去中国买一些婚纱，然后给他们试穿，然后拿去租，所以他的整个启动资金可能也是几万块而已这样这种比较小本的，他们可能就可以拿来做。然后可是这一个他们如果是讲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想要去创业，我是觉得你去选定一些有兴趣的这个服务业，然后可是这个行业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复制的 DNA 在里面的。如果用回这个婚纱店，其实它是可以开分行的这样它就是为什么我会比较鼓励年轻人去 join 在这个连锁店，是因为你进可攻退可守，你损失一个点不代表你损失全部点嘛是可是开工厂是没有回头路的，你就是要放一个几百万下去的，几千万下去的没有回头路了
可是我们很像我们做连锁店不一样，那个点不好我收，我开在另外一个点市场不好我暂时撤退，我变成回去做好我本质的5间先市场见好的时候我再继续吞也行所以我觉得连锁行业比较匹配到年轻人的这种知识水平资金会有很多这个层面的考量。因为如果你叫我给他们建议，我是觉得要就去冲就对了，因为你再大一点就不敢了有一些 commitment 了啦，我觉得他们是不敢去做一些大决策了然后整个市场走向这个是该我们讲的是连锁店的啦连锁店呢就会往大者恒大小者精美这个论点去讲所以他们要就是做很多连锁，不然就是搞一间精品店我觉得整个趋势也会变成这样。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他不是要打算做精品店的话，他就算是开一间，他也要 make sure 这个东西以后是可以复制化，可以复制的一个可以用复制的模式去进行分裂了。是因为我们常常遇到的，其实精品店跟可复制的连锁店的差别其实是在于内容而已。就是比如讲有些精品店它的产品系列太多，其实它可以拆分某些产品出来做连锁就好了。也会有这种像台湾餐很广嘛，所以他们可能可以拆分的是一个卤肉饭来做连锁而已像士林这样，它的那个整个产品线是很少的，可是它可以拓展到很多所以我们就会预测精品店你就要做很丰富，因为别人不想做你就要做很丰富可是连锁店你要做到很精简，但你复制的那个掌控力才会存在。那么对于那些想要创业，可是还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年轻人呢，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其实我以前在教 SPM 的时候就常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找出路的那个阶段，就是要有时候开导他们一下，所以有时候年轻人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会比较想要建议他们先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找到一个你自己很 enjoy 做的事情为第一步嘛，然后第二步你要看你在这个事情有没有天分你要看这个事情有没有天分。所谓天分就是你做很轻松。第二个决策点是在于这个事情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是事半功倍，代表这个是你的天赋职业来的，这样你就应该往这里去，你一定会你才会成就你自己的不然你很喜欢，不过你是事倍功半就是做100分拿50分，我觉得你不要在这个里面 try， 因为那个你当做兴趣爱好就好了。因为为什么要先决条件是喜欢？你不喜欢，你要想你在这个地方待30年，你要这样是对吧？你不喜欢这个事情不过因为你觉得这个市场前景比较好，你去做这件事情，结果你在这个事情挣了30年不开心你先想这件事情先，你可以接受嘛？做30年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OK， 然后再想你有没有天赋有天赋就是你的天赋职业来的，一定要做。如果做30年不喜欢的事情，这样不如继续打工算了你就去做轻松一点的OK， 做的轻松，不下降压力是，而且我这个也觉得要看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打算创业，你就要做这个决断的因为我会发现到我身边蛮多人，他其实是他们追求的是幸福感，不是事业成就所以我们也很 respect 他们。所以要看他们追求是什么嘛。如果是幸福感，就是像有一些像我的一些家人朋友，像他们要的只是赚得到钱，手上有闲钱，然后家人可以幸福度日，其实也是一种人生选择我觉得不一定是讲完全走事业的嘛这样要拼事业的人就要先去想我喜不喜欢，我有没有天分你才去做这个事业嘛因为你一做下去，你要想你可能24个小时有16个小时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创业是真的不容易，一开始的时候要付出很多倍时间去经营去思考，然后一直去改良才会有一个结果。那么你本身是柔佛人所以当时你的选择是留在马来西亚发展。那么如今你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留在马来西亚发展还有前景吗？你怎样看待马来西亚的未来呢？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绝对是有前景啊，不过要看他做什么职业。像比如讲啦，我打个比方，如果他跟我讲我要在马来西亚发展，不过我要搞 IT， 我觉得他的难度高很多啊，因为 IT 是一个比较世界观的事业来的，你要做你就是要很有世界观的，因为它是全世界人可能要都用同一个东西的，像 Facebook 你不可能只开在马来西亚嘛。这样你要讲你的这个世界格局跟竞争是不是可以跟外国人去比拼？因为跟你一起竞争的不是马来西亚人，是全世界。这样我就会觉得这个非常难这样就不要吧，你就去外国吧，你去美国，你去印度这个 IT 还不错，中国都比马来西亚更强一点，还有新加坡但马来西亚这是确实是还好。甚至这里我看过的团队，他们也有很多联合团队是外国人，可能拎到一些中国的、新加坡的团队这样他的在马来西亚公司还是做到不错，可是他的团队成员却有外国人这个也是其中一环但是如果你讲马来西亚年轻人在马来西亚发展，我是觉得可以尝试的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我是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历久不衰的行业因为我们在一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消费、去体验，我们还是要有那个温度的，对吗？不然你看，可能我一样是拿2个卖电脑的人跟你说，一个人是会跟你沟通的，一个是他丢一个消费 iPad 叫你自己下单的，你可能还是会跟那一个跟你沟通的那个人买电脑的这个是我讲的那个所以他们应该要往这个服务业的性质那边去尝试。服务业是一个历久不衰啦，对我来讲因为 AI 还是机械，他们代替不了那个温度的。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闯出一片天，有这个前景我觉得马来西亚也是属于要去拓展更多的服务业，因为工业我们打不过，IT 我们也打不过，让我们做好服务业吧。还有 serve 好我们原本的这个本国人民这一种行业。因为我看到像一些先进国其实他们都是以服务业为最后的先进国的服务业的占比是非常高的，所以马来西亚如果走这条路就会有前景，我的判断是这样，所以我也希望是去辅助的是这种服务业跟那种餐饮连锁，因为这些都是要服务大众所以我看到这一块是它的前景是存在的我就往连锁这一块说了。连锁这一块说，因为那个马来西亚有没有前景很广，但是连锁跟服务业是有前景，要看什么行业了。是，我觉得是要看行业，像农业就也还行了，其实农业未来会崛起啦，我相信，因为会有更多技术层面的资源从外国进来，因为技术层面越来越便宜这样这一个会崛起。那么最后了。对于现在处于职业或者事业十字路口，面临着人生重要抉择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觉得就是冲吧，就是要勇敢向前冲啦。因为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在年轻的时候不去做自己心里面真正想尝试的事情你在年长的时候你是不敢做决定了，你会顾虑很多，它不够纯粹了。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做决定可以很纯粹的，就是我想跟不想，我敢跟不敢，没了。可是你再年长一点，你会想到家人、长辈、孩子，当你有这些羁绊的时候，你很难做决定。这样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做，为什么不要现在做决定？我通常都会这样子跟年轻人去讲鼓励他们就是如果你真心想 try， 你去